说到三亚，可能是很多观众朋友过春节假期的首选地点，毕竟这里有宜人的气候，有美丽的阳光、沙滩、海浪。但是我接下来的行程却与此截然不同。那么我要去哪儿，又要去做什么呢？现在咱们先不解释，咱们路上慢慢聊。三亚的沙滩虽然美丽热闹，但是这并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此刻，距离我们此行的起点还剩下最后1公里。大家看到远处停着那艘大船了吗？它就是我国先进的055型导弹驱逐舰，而我们此次行程就是要登上它，和它一起闯大洋、过大年。055型导弹驱逐舰，军迷称其为万吨大驱。现在呢，在我们舰上的通讯员李班长的带领下，我们已经靠近了军舰。咱们这次要登上的军舰舷号105，是大连舰。大连舰是055型导弹驱逐舰的第2舰，真是大呀！从舰艇的底部到甲板，目测的距离至少有3层楼高。如果要到最高的桅杆，那估计就得6、7层楼高了。那在这样的一艘宏伟的战舰上当水兵是个什么感觉？是相当自豪的。因为055型舰艇是我国现在先进的驱逐舰。2021年4月23日，海军大连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集中交接入列，舷号105。这是我国海军亮相的第3艘055型导弹驱逐舰。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终于要登上大连舰了。这艘舰真帅啊！能登上这艘舰，跟我们的水兵一起过年，一起出海，真觉得特别的荣幸。我现在心情很激动。现在呢，我就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大连舰，可以看到舰艇里面非常的干净，地板都是反光的，而且我们能看到过年的氛围已经有一些了。舰上楼梯都这么陡吗？是的，所有的舰艇都是这样。它主要是以节省空间为主。这就是您的房间。这是大连舰上给临时登舰人员准备的客房，住在里面会是什么感受呢？但是我看咱们这个房间里好像没有窗户是吧？是的，因为现在国家大型作战舰艇都是没有窗户的，主要是以这个封闭式设计为主。它可以做到一定的隐身效果，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就是不易被敌人发现。然后全舰唯一有窗户的地方就在驾驶室，只有在驾驶室才能看到外面的海况与风景。所以说我们舱内每个边舱都装了这样的一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风亮度呢，每天可以做到舱内的一个空气循环。这样的话，我们每天空气都会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清新度。而且我看你们那个钟好像也挺奇怪的，我第一次看见下边拖了线的钟。是的，这2根线是连接航海部门的一个房间的，他们可以做到对全舰这样的钟进行一个统一的调时，不然的话，一个房间的钟快，一个房间的钟慢，然后对于我们统一行动很不便。大连舰给记者准备的房间干净整洁，那水兵们的房间又是什么样呢？在8人兵舱里，水兵们已经在利用休息时间为喜迎新春装点自己的家。这艘舰给我最主要的感觉就是我未上舰前还害怕有晕船等现象，住上来之后发现不管是出海还是停港期间都非常的平稳，住起来非常的舒适。毕竟我们是055，这艘战舰对新舰员还是非常友好的。兵舱空间够大，它的床铺够宽，高度还够高，所以住的还是很惬意的。作为一艘万吨大驱，大连舰庞大的身形，不但让辛苦的水兵们生活得更舒适，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装备更先进的武器和更多的弹药，这也是万吨大驱威名赫赫的原因。正好主炮这边几位班长正在工作，咱们去看看情况。
055型导弹驱逐舰装备的是一门130毫米口径的舰炮，舰炮是军舰上的传统武器，更是一艘军舰的标志。但在这艘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上，舰炮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导弹武器系统是非常昂贵的，那我们舰炮武器系统在经济性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当前我们的舰炮除了发射常规弹药之外，还能够发射越来越多类型的弹药，所以我们的舰炮武器在未来的海战场上，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刚才我发现咱们主炮专业的战士有一个特别牛的工具，能借我看一下吗？可以。哦，谢谢。看，这么大扳手，比小臂都长得多，太壮观了。这是你的工具啊？对。那这么大的扳手能拧点什么呀？炮里面的一些大机构、大部件都会用到这样的扳手。我看咱们这个炮的外壳就非常的大。是因为我们炮的整个机械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炮弹从弹药库一直到发射出去都是机械自动完成的，所以说内部机构精密而复杂，在运转过程中需要的空间更大。那这次出海咱们的主炮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呢？要进行实弹射击。哦，打实弹呢？是。大概要打多少枚？10几发吧。第二天一早，大连舰离开了码头，这是大连舰2023年的首次航行。此刻呢，我们已经正式驶离了军港，进入到了广袤的大洋之中。但其实一出海就感觉到风浪明显的增大了。不过大舰闯大洋，这样的环境才是属于我国顶级战舰的真正舞台。在这次行程中，大连舰安排了诸多的训练科目。而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我身后这门130主炮的实弹射击，这也是这门主炮在2023年的首秀。我们将借由这次机会，零距离来感受一下中国顶级战舰主炮的强悍火力。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大红球了吗？这个就是主炮的靶子。咱们这个目标有多大呀？这个直径是3米的。现在我们这么看，感觉这个靶很大，到时候实际我们打炮的时候，因为射击距离比较远，到时候就看着就很小的一个目标了。海战中，敌舰的长度基本都100多米，所以这个直径3米的红色靶标，比真正的敌舰要难打很多。我们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用这个漂浮靶去模拟舰船，然后在这个模拟有一个命中舰的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就算命中舰船。距离布靶时间10秒。哦，马上就下目标了。你觉得这次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5、4、3、2，打中。对，必须打中。目标布设完毕，此时大连舰要和目标拉开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再进行射击。风浪越来越大，风声越来越大，我现在在舰上已经很难站稳。辽货的军舰远距离的射击，还有随机漂浮目标，这些都会对我们的射击造成很大的干扰。所以这场训练的结果变得越来越有悬念。这是我舰今年的首战首炮，确保一炮而响，一击而中，打出我们105舰的威风士气。这应该是政委的战群动员，毕竟是实弹。政委的话一响，让我觉得心里都有点紧张，很难打，能打得中吗？开始了！4发，打了！炮弹还在飞，炮弹还没有入海的时候就已经打出2炮。我现在已经能够听到海上已经冒出了水柱，我能够听到轰的声音，炮弹同样已经好长时间才能打到目标，可见我们的射击距离到底有多远。我觉得特别抱歉，我实在看不见目标在哪儿，距离真的太远了。好的，
我们主炮的实战试已经结束。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去作战室，去问一下实际的命中效果。那个就是咱们的目标是吧？那漂浮靶在那儿呢。对，这是我们的靶标。对，我们的漂浮靶又捞起来了。现在可以看到，漂浮靶上附着的这个包装纸已经有了很多的破损。那么从这一点可以证明，我们的炮弹弹着点可能离漂浮靶非常的近。在视频回放中，记者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我们发射12发，在我们命中舰内呢有11发炮弹。那这轮试机可以说是成绩相当好。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战舰的话，我相信在我们命中这么多炮弹的情况下，敌舰已经达到了重创，有1发没有进入命中舰，也是有一点遗憾。但对于我们今年的这个训练来说，这1发遗憾就给我们多了1分这个要求，也是我们会以此为牵引，从严从难，更加扎实的开好我们整个年度的训练。刚才呢，在作战室我们已经看到了主炮打出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他们已经为全舰在2023年的工作打出了一个开门红。此刻，我们的战舰正在以高速前往下一个任务海区。在高速状态下，战舰反而行驶得更加平稳。那么，这艘万吨大驱的驾驶体验会是什么样的？驾驶体验确实相当不错，相较于上一代舰艇，我们相当于从家用车换了一辆豪车，这个驾驶体验非常不错，操纵起来也更加顺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咱们舰上的一个舵手？简单来说就是快准稳。我们的舰艇吨位较大，这就好比驾驶一辆加长型的大货车进行倒车入库，不熟练的人可能来来回回需要操作很多次，而且不见得能进去。熟练的人一把就能到位，这就是成为我们舰舵手的标准。刚才呢，在驾驶室我们已经看到了战舰高速行驶时候的英姿，但是在这些英姿的光彩背后，又会有些什么呢？咱们这是动力控制中心是吗？我们这里不只控制全舰的动力，同时舰上的机械、电力和消防系统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所以我们部门统称为机电部门。我看你们工作环境还不错，至少还是比较凉快，是吧？那可不是这样。这里工作环境凉快，是因为我们要给机器进行降温。但是如果当你到了我们的核心舱室机舱里面，那里跟这里比起来，那就是冰火两重天，那里才是我们真正工作的环境。这里是大连舰的机电部门，机电兵们为全舰生产出澎湃的动力和源源不断的电能，但他们的工作环境却是全舰最吵、最热、离阳光最远的舱室。那参谋长，在这里，我们认识了机电技师唐朝，他已经在这种环境里工作了整整16年。那你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就是监控我们每一台运转的设备，来保证我们的主机正常的运转。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工作，人的内心很容易产生烦躁的情绪。但是我们的工作又需要我们非常的细致，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我们的心态，才能够胜任我们这一份岗位。高温、高噪声，同时远离阳光，这就是我们机电专业的官兵真正的工作场景。那么，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在这里长期工作，你又能坚持多久呢？经过数小时的漫长值守，班长唐朝可以交班休息了。
下班回来感觉累不累？感觉还好。那今年过年你能回家吗？今年回不去了，因为我去年已经回去过了。哦，那明年能轮上？明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部门这个人比较多，回去的名额比例也比较少，大家也都想回家，所以基本上都是轮着来。具体以后什么时候能回去我也不知道。唐朝有个可爱的儿子，平时如果靠岗，他还能给家里打电话，但一出海没了信号，唐朝就只能看看手机里以前保存的视频。爸爸，心都化了吧这一声。是啊。爸爸，这个是抖了。哎，你回家的时候，孩子有没有不认识你？对，我刚回家，还是对我非常陌生啊，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慢慢的适应。他似乎比较习惯对着摄像头叫爸爸。是的。感觉心里有没有觉得有点别扭？刚开始是感觉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也没办法，这是我们这个工作的特性决定了，没办法那个长时间待在一起。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我现在呢已经离开了唐班长的宿舍，回到了我自己的房间。回来的这一路呢，我特别的感慨，唐班长既兴奋又幸福地给我展示自己的儿子，而我身后年轻的战士则在用一首歌表达了自己对父亲和家人的思念。这些不能回家过年的水兵们，他们虽然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但是他们都在同一艘战舰上守护着祖国的万里海疆。新年即将到来，如果可以许一个愿望的话，我衷心的希望我们大连舰的全体官兵都能够在这艘祖国先进的战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的大连舰也完成了全部的训练，即将返港，我的行程也马上要结束。但是在我离舰之前，大连舰还安排了一场重头戏，会是什么呢？敬请期待。靠岗之后，炊事班正在完成他们春节期间最重要的一项使命。新年大餐不光是一次传统意义上的加餐，更是对我们炊事班过去1年工作的一个总结。为了缓解官兵们的思乡之情，炊事班拿出了最好的食材和看家的本领。主要是有7个热菜，一个清蒸石斑鱼，一个蒜蓉粉丝蒸扇贝，一个白切鸡，青瓜拌牛肉，香辣龙虾尾，然后还有一个菠萝排骨，一个炸薯条，然后另外的话还有甜品，有一个蛋挞，还有一个水果沙拉。那这样做蛋挞麻烦吗？不麻烦。大家都非常喜欢吃我的蛋挞。我必须把蛋挞加到这个新年菜单里去，让大家甜甜蜜蜜过个好年。为了让全舰的战友吃得满意，从中午开始，炊事班就在全速运转。
班长，咱们舰艇上的厨房和陆地上的厨房会有什么不同吗？咱们最大的不同的话，应该就属于这个灶台了，这个电磁炉。然后咱们是用电磁炉是吗？对，我们是用电的。像岸上的话，基本上以明火、柴油灶居多一点，但是因为就是涉及到一些安全的问题，所以说我们都是用电的。用这种电炉做饭，火候好掌握吗？火候的话，感觉都差不多。看着锅中诱人的菜肴，不禁让人幻想它的美味。快出菜了是吗，班长？快了，马上。现在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随着一道道菜品被搬进食堂，大连舰的年夜大餐开始了。感谢在座的全体官兵所付出的辛勤的努力，祝大家兔年大吉，心想事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大家。张灯结彩过大年，扬帆起航勇向前，发展班祝大家兔年大吉，基建不稳，祝大家动力澎湃，热力十足。四海作战部门，祝大家年岁幸福，火力全开，好运滚滚来。航海部门祝大家乘风破浪，一鸣惊人，锦绣前程，永不迷航。多吃秋菜，人见人爱，多吃鱼尾，顺风顺水，多吃鸡鸭，致富发家，多吃猪肉，多福多寿。炊事班祝大家蒸蒸日上。海军大连舰全体官兵祝全国人民大吉大利，大展宏图，新春快乐。亲爱的妹妹，今年哥哥就不陪你回家过年了，你在家陪好爸爸妈妈。新的一年，祝你学习进步，快乐成长。爸爸妈妈、哥哥嫂子，我在舰上一切都好，不必挂念。祝你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亲爱的爸妈，亲爱的宝贝，又不能陪你们过年了，祝你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茁壮成长。爸爸妈妈、姐姐、外孙女，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自己热烈自由，真诚勇敢，不忘初心，不负年少，生不必为己，但必为国。